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三国人物。提到三国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是刘备的仁义，曹操的奸雄，还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？但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人，他在三国里存在感极低，很多人甚至觉得他就是个配角，一个工具人，一个永远站在曹操身后低眉顺眼的打工仔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熬死了曹操，熬死了曹丕，熬死了曹睿，熬死了诸葛亮，最后在70岁高龄发动政变，一把将曹魏的天下收入囊中。三国这盘棋，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棋手，只有他知道，真正的棋手从来不急着落子。他叫司马懿。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一个阴谋家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把忍耐修炼成信仰的人，一辈子都在演戏的人，一个可能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懂什么叫精神内耗的人。故事要从东汉末年讲起。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呢？简单说，就是一个彻底崩盘的时代。皇帝是摆设，宦官和外戚轮流坐庄，地方军阀各自为王，老百姓饿殍遍野，黄巾起义把整个帝国炸得稀碎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超大型公司突然宣布破产，所有中层管理者开始疯狂抢地盘，底层员工朝不保夕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。在这么一个乱世里，有两种人活得最好。第一种是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这样的，自己拉队伍，自己当老板。第二种是荀彧、郭嘉、诸葛亮这样的，找一个好老板当核心高管。但司马懿这个人，他两种都不是。他选了第三条路，一条所有人都看不懂的路。他选择了不选择。司马懿出生在河内温县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。他们司马家那可不是什么寒门，而是货真价实的顶级士族。他的高祖父司马均做过征西将军，他的父亲司马防做过京兆尹，相当于首都市长。他们家8个兄弟，个个出色，当时人称司马八大。你品品这个配置，这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世家大族子弟，起点比 99% 的人都高。但问题是，出身越高，在乱世里就越危险，因为你是所有军阀都想拉拢的对象，你不站队就是得罪所有人，你站错队就是全家灭门。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深谙此道，这个老人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们分散投资。老大司马朗早早出世，进入曹操集团，但司马懿这个排行老2的儿子，他父亲对他另有安排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司马懿自己对自己另有安排。建安6年，曹操刚刚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，意气风发，开始大规模招揽人才。有人向曹操推荐了司马懿，说这个年轻人有大才。曹操一听，好啊，来上班吧。结果司马懿直接拒绝了。他给出的理由是，我有封闭之症，瘫痪了，起不来床。曹操当然不信，派人去查探。据说那个探子半夜摸进司马懿的卧室，拿刀架在他身上，司马懿硬是一动不动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跟真瘫了一样。这件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面对曹操这样的顶级老板抛出的橄榄枝，居然装病拒绝，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？但如果你理解了当时的局势，你就会明白司马懿有多清醒。建安6年，天下局势远远没有明朗。曹操虽然赢了官渡之战，但袁绍的势力还在，刘表占据荆州，孙权雄踞江东，刘备四处流窜，却屡败屡战。谁能笑到最后，根本看不清楚。更关键的是，曹操这个人疑心极重，他用人的方式是又拉又打。荀彧帮他打了一辈子工，最后被逼自杀。杨修才华横溢，最后脑袋搬家。在曹操手下干活，那不是上班，那是在刀尖上跳舞。司马懿看透了这一点，他做出的判断是4个字：时机未到。这个时机不是指天下大势的时机，而是指他个人入场的时机。他要等到一个足够安全的窗口期，再进入这个游戏。这就是司马懿的底层逻辑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叫风险管控。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赌徒，
而是一个精算师。这一等就是7年。建安13年，曹操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天下2/3尽在掌握。这个时候，曹操再次征辟司马懿，而且这次的措辞非常不客气，大意就是你再不来我就不客气了。司马懿终于出山了。很多人觉得这是他被逼无奈，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他的主动选择。因为到了建安13年，局势已经非常清楚了。曹操是北方唯一的霸主，跟着他至少不会站错队。而且曹操的年纪已经大了，身边的核心谋士荀彧、郭嘉等人要么死了，要么即将出居，正是新人上位的好时机。司马懿选在这个时间点入场，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他用7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件事，就是让自己从一个被动的被招揽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选择者。他装了7年的病，不是因为他胆小，而是因为他要掌握主动权。这种耐心，说实话，放在今天的职场里，99%的人做不到。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找工作，恨不得秋招春招海投简历，拿到一个还不错的录用通知就感恩戴德了。但司马懿告诉你，你可以等，你可以选，你可以在所有人都催你的时候按兵不动。因为真正值得你入场的机会，一定是在你准备好了之后才出现的。入了曹操集团之后，司马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隐藏自己的锋芒。你看曹操手下的谋士，荀彧有匡扶汉室的理想，荀攸有运筹帷幄的智慧，贾诩有毒辣果断的狠劲，程昱有刚正直言的脾气。每一个人都有鲜明的标签，每一个人都让曹操既欣赏又忌惮。但司马懿不一样，他给自己的人设是什么呢？就2个字：听话。曹操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从来不主动献策，从来不抢风头，从来不跟任何人结党。他就像一个透明人，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把每天的工作做好，不出错，不出彩。你以为他是没有能力吗？不是。建安20年，曹操征伐张鲁，拿下汉中。当时刘备刚刚占据益州，立足未稳，这是一统天下的绝佳时机。司马懿当时建议曹操趁势进攻益州，一举消灭刘备。这个建议是对的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如果曹操当时听了司马懿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后来3国鼎立的局面了。但曹操没听。曹操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：人苦无足，既得陇腹望蜀。意思是人不能太贪心。表面上看是曹操老了求稳，但深层原因是什么？是曹操不敢让司马懿立这么大的功。因为如果灭蜀成功，首倡之功就是司马懿的，这个年轻人的威望会一下子飙升到不可控制的地步。曹操太了解人性了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的势力增长到威胁自己的程度。司马懿明不明白这一点呢？他当然明白。所以他建议完之后，曹操不采纳，他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。他从来不会在一件事上纠缠不放，从来不会用力过猛。这在今天的职场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技能，叫做向下兼容。你明明有100分的能力，但你只展示60分，剩下的40分你藏起来。不是因为你怂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在一个强势领导面前，过度展示能力就是在给自己挖坑。但曹操还是觉察到了什么。据说曹操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3匹马在一个槽里吃食，3马同槽，马就是司马，槽就是曹。曹操醒来之后非常不安，专门跟自己的儿子曹丕说，司马懿这个人鹰视狼顾，不是甘为臣下的人，将来一定要防着他。这个鹰视狼顾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司马懿看人的时候，眼神像鹰一样锐利，而且能把头扭到正后方看身后的情况，像狼一样警觉。这说明曹操已经看穿了司马懿的伪装。一个真正平庸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眼神的。可是曹操最终没有杀司马懿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理由。司马懿太干净了，他不结党，不贪财，不揽权，你挑不出他任何毛病。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眼神不对就把他杀了，那会让所有臣子人人自危。这就是司马懿的高明之处，
他用绝对的无害感来化解绝对的危险。这种策略说白了就是，你可以怀疑我，但你永远找不到证据。建安25年正月，曹操终于死了。这一年司马懿40岁，他在曹操手下隐忍了12年，终于等来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。曹丕继位之后，对司马懿的态度跟他父亲截然不同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曹丕跟曹植争夺继承权的那几年里，司马懿是站在曹丕这边的，他是曹丕的人，曹丕对他非常信任，一路提拔，从尚书到侍中，到录尚书事，权力越来越大。但司马懿的性格没有任何变化，他依然低调，依然谨慎，依然是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好员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曹丕虽然信任他，但曹丕的身体不好，很可能活不长。他赌的不是曹丕这一代，他赌的是下一代。果然，黄初7年，曹丕驾崩，年仅40岁。临终前，曹丕把年幼的曹睿托付给了4个人，其中就有司马懿。你看到了吗？从装病不出到托孤重臣，司马懿用了整整20年。20年的隐忍换来一个托孤大臣的位置，这笔买卖值不值？在司马懿看来，当然值。因为托孤大臣意味着2件事：第一，你有了合法的顶级权力；第二，新皇帝年纪小，离不开你。这2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4个字：不可替代。曹睿继位的时候才22岁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皇帝，聪明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对司马懿的使用策略可以概括为6个字：用你、防你、理你。需要打仗的时候就把司马懿派出去当前线总指挥，仗打完了立刻把兵权收回来。平时把你放在远离洛阳的地方镇守边疆，不让你待在权力中心。这种操控术放在今天的职场里太常见了，就是老板既需要你的业务能力，又害怕你功高盖主，所以对你的核心策略就是一直把你放在业务线上，让你无暇经营人脉。司马懿看穿了这一点吗？当然看穿了，但他的应对方式依然是4个字：绝对服从。你让我去辽东打公孙渊我就去，你让我去荆州防东吴我就去，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，你让我走我就走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工具人，完美到曹睿找不到任何理由猜忌他。但命运在这个时候给了司马懿一个他等了一辈子的机会，这个机会叫做诸葛亮北伐。太和2年开始，诸葛亮5次北伐曹魏。这5次北伐对曹魏来说是巨大的军事压力，但对司马懿来说却是一份天赐的礼物。因为整个曹魏集团能在西线跟诸葛亮掰手腕的人只有他一个。曹真死了之后，西线战场几乎就是司马懿的个人秀场。他可以合法的手握重兵，合法的经营军队，合法的在将士心中建立威望，而且他还不用自己争取，是皇帝主动把这一切塞到他手里的。你以为战争是坏事，但对于一个隐忍了半辈子的人来说，战争是他唯一合法积累资本的途径。这个道理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，当你的老板不得不让你负责一个核心项目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表忠心，你只需要把项目做好。项目本身就是你最大的筹码。说到诸葛亮北伐，就不得不说一件事，就是司马懿面对诸葛亮的策略。这件事太有意思了。诸葛亮是什么人？天纵奇才，治国理政军事外交样样精通，在整个三国时代综合能力排名绝对是前3的存在。司马懿对上诸葛亮，说实话单论军事指挥能力，他可能确实差一截。但司马懿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瞧不起，但事后证明无比正确的决定：不打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他就是不跟诸葛亮打。诸葛亮来了他就守，诸葛亮骂他，他也不出战，诸葛亮送他女人衣服羞辱他，他也忍着。他手下的将领急得跳脚，骂他胆小鬼，他也不为所动。这件事在当时被很多人嘲笑，觉得司马懿怕诸葛亮怕到骨子里了。但我们今天复盘来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过招。你品一品这里面的逻辑。诸葛亮北伐最大的软肋是什么？是后勤。蜀国国小民少，粮草供应困难，
每次北伐最怕的就是旷日持久，所以诸葛亮一定要速战速决，一定要引诱魏军出来打野战。而司马懿呢，他背靠整个曹魏帝国，后勤补给源源不断，他最不怕的就是耗时间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跟你耗，我就是不打，你骂我怂我就怂，你骂我娘们我就是娘们，但你就是打不到我，你的粮食吃完了你就得撤，你一撤我就赢了。这就是典型的田忌赛马思维，我不跟你比谁更能打，我跟你比谁更能耗。你的优势是军事才能，我的优势是战略纵深和时间，我拿我的优势打你的劣势，这叫降维打击。建兴12年秋天，诸葛亮在第5次北伐途中病逝于五丈原，年仅54岁，这是三国历史上最令人唏嘘的一幕。诸葛亮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。当消息传到司马懿耳中的时候，据说他沉默了很久。后来蜀军撤退，司马懿到诸葛亮曾经驻扎的营地去查看，看到那整齐的营盘和精妙的布局之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：天下奇才也。这4个字是真心话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永远不是你的朋友，而是你的对手。司马懿是真的敬佩诸葛亮的，但敬佩归敬佩，该耗死你他一点都不含糊。这就是真正的成年人世界的残酷，不是我恨你所以我要打败你，而是我很尊重你，但我也要赢。诸葛亮死了之后，蜀国基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，西线战事平息了。按理说这时候的司马懿已经功高盖主了，整个曹魏西线的军队几乎都认他为主帅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曹睿还是忍住了没动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东线还有孙权，北面还有鲜卑，曹魏还需要司马懿打仗。可以说司马懿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曹魏的敌人够多，每次皇帝想收拾他的时候，外敌就来了，每次外敌被打跑了，皇帝又病了，他就这样一直安全地活着，积累着，等待着。景初3年，曹睿驾崩了，年仅36岁。临终前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最初的托孤方案里其实没有司马懿，他想用的是燕王曹宇和将军夏侯宪这些曹家宗亲，但在最后关头被中书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劝说改了主意，把司马懿加进了托孤大臣的名单里。这个决定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。新皇帝曹芳即位的时候才8岁，一个8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？什么都做不了。实际掌权的是2个托孤大臣，一个是大将军曹爽，曹操的侄孙，另一个就是司马懿。权力游戏到了这一步就非常清晰了，曹爽和司马懿必然要斗一个你死我活。这不是私人恩怨的问题，这是权力结构决定的。一山不容二虎，2个权臣并存的局面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好结局。曹爽这个人怎么说呢？他是典型的2代，含着金汤匙出生，靠着父辈的余荫上位，能力平平但自信心爆棚。他掌权之后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，就是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把司马懿架空了。他给了司马懿一个太傅的头衔，听起来很尊贵，实际上就是个荣誉职位，没有任何实权。然后他把军政大权全部揽在自己手里，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各个关键岗位。他以为这样就安全了，以为司马懿这个老头子被架空之后就翻不起什么浪了。这种想法在职场里太常见了，很多新上任的管理者第一件事就是排挤老员工，以为把人挤走就万事大吉了。但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，一个人在一个系统里经营了30年的人脉和声望，不是你换几个岗位就能消除的。面对曹爽的打压，司马懿做了什么呢？你猜对了，他又装病了。这次不是疯逼症，而是装老年痴呆。据说有一次曹爽派人去试探他，那个人来到司马懿府上，发现这位曾经统领千军万马的老将军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。吃粥的时候，粥顺着嘴角往下流，衣服上全是汤渍，说话都说不利索，耳朵也聋了。别人跟他说话，他驴唇不对马嘴的瞎回答。那个人回去跟曹爽汇报说，司马懿这老头子已经废了，
就是个等死的人了，您不用担心。曹爽听完大喜，彻底放下了对司马懿的戒心。这就是司马懿一辈子最核心的技能，装。他20几岁装瘫痪骗曹操，70岁装痴呆骗曹爽。这2次装病中间隔了将近50年，但内核完全一样，让对手低估自己。你以为他变了，其实他从来没变过。他就像一条蛇，一辈子都盘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但只要猎物走到射程范围之内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一击致命。嘉平元年正月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曹爽带着小皇帝曹芳去高平陵祭扫曹睿的陵墓，带走了几乎所有亲信。洛阳城里兵力空虚，70岁的司马懿动了。他一夜之间完成了3件事：第一，控制皇宫，拿到太后的诏书，获得合法性；第二，占领武库，掌握了所有武器装备；第三，关闭洛阳所有城门，切断曹爽的退路。当曹爽接到消息的时候，完全懵了。有人劝曹爽带着皇帝跑到许昌去，号召天下秦王。曹爽犹豫了一整夜，最终放弃了抵抗，选择投降。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心寒的话：司马懿只是想夺我的权而已，我交出权力回家当个富家翁总可以吧。这句话暴露了曹爽这个人的致命缺陷，他把权力斗争当成了商业谈判。他以为交出股份就能全身而退，却不知道在政治这个游戏里，失败者是没有退路的。司马懿在曹爽投降之后，迅速以谋反的罪名将他灭了3族，所有跟曹爽有关的人全部处死。从发动政变到清洗完毕，前后不到1个月。一个隐忍了将近50年的人一旦出手，就是雷霆万钧，不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。这就是忍耐的代价和回报。你忍得越久，积蓄的力量就越大，出手的那一刻就越致命。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人生的巅峰，也是他面具掉落的瞬间。在此之前，所有人看到的都是那个谦逊隐忍的老臣；在此之后，所有人看到的是一个冷血果决的政治家。有人说司马懿的本性一直就是后者，前面几十年都是在演戏。但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一个人演了50年的戏，演到最后，你说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当忍耐变成了一种本能，当伪装变成了一种习惯，你自己可能都分不清哪个是面具，哪个是真脸了。这就是长期精神内耗的终极形态，你活成了另一个人，但你已经回不去了。高平陵之变后2年，也就是嘉平3年，司马懿去世了，享年73岁。他没有等到司马家真正坐上皇位的那一天，那是他的孙子司马炎干的事情。司马炎在咸熙2年逼迫曹魏末代皇帝曹奂禅让建立了晋朝。从司马懿装病不出到司马炎建立晋朝，中间经历了整整60年。60年啊，3代人的接力才最终完成了这盘棋。你说司马懿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一切吗？我觉得没有。没有人能做60年的计划，他能做的只是在每一个当下做出最优选择，然后把剩下的交给时间和后人。讲完了司马懿的一生，我想跟你聊点别的。很多人说司马懿是3国最大的赢家，这话没错，但我更想让你看到的是这个赢家背后付出了什么。他20几岁装病在床上一躺就是7年，他在曹操手下当了12年透明人，明明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却只能低眉顺眼端茶倒水。他面对诸葛亮的羞辱，忍气吞声不敢还手，手下将士指着他鼻子骂他是懦夫，他也只能笑笑。他被曹爽架空成一个没有实权的吉祥物，不得不在70岁高龄表演一出老年痴呆的戏码。这50年里，他有没有痛苦过？有没有在深夜独处的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像条狗？有没有想过算了不忍了，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？我相信一定有，因为他是人不是神。忍耐这件事从来就不是什么高级技能，它的本质是对自尊心的反复碾压。每忍一次就相当于把自己的骄傲按在地上摩擦一次。
你以为他云淡风轻，其实他内心的挣扎你根本想象不到。但这恰恰就是司马懿给我们的最大启示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太崇拜快了，快速成功，快速暴富，快速变现。我们看到的所有励志故事都在告诉你要勇敢，要果断，要敢想敢干。但没人告诉你，有时候最难的事情不是出击，而是等待；不是不甘平庸，而是甘于平庸；不是锋芒毕露，而是把锋芒收起来，安安静静地活着。司马懿的故事不是教你做一个阴险的人，而是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：这世上大部分的成功都不是轰轰烈烈的，而是熬出来的。你在一份工作里被老板打压3年，觉得自己很惨，但你想想，司马懿被3代帝王打压了一辈子，你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郁郁不得志，但你想想，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当了12年的隐形人，你觉得竞争对手太强大，自己根本赢不了，但你想想，司马懿面对的是诸葛亮这种千年一遇的天才，他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？不是比你更强，而是比你活得更久。这话听起来很鸡汤，但它就是事实。在漫长的人生里，能力是会被时间拉平的，但耐心不会；天赋是会被命运稀释的，但坚持不会。最后我想说一件事，司马懿临终前对自己的2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我这辈子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，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，而是因为我比别人能忍。忍不是软弱，忍是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下注，在有把握的时候下重注。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，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。这听起来像废话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凤毛麟角。因为大多数人的失败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。你的方向是对的，但你的时机不对，那对的也变成了错的。深夜了，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特别难熬的时光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出不来，如果你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，你的才华被埋没了，我希望你能记住一个70岁的老人在洛阳城里装疯卖傻的样子。他的眼神浑浊，他的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，他的身体佝偻成一团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即将入土的废物。但在那浑浊的眼睛深处，有一团火在烧了50年，从来没有灭过。他在等，他在忍，他在用一辈子的屈辱去赌一个翻盘的可能。他赌赢了，所以请你也再忍一忍，你的高平陵也许就在明天。